Hello，兄弟们，大家好，我是 Eric，我们好久没有见了啊。最近呢，就是说，旁边这老哥在看我的车，就是说呢，前段时间不是发了一个关于道奇挑战者的这个2年使用体验嘛，然后非常多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啊，然后点赞、关注、小红心，然后加收藏、加转发，我发现大家都对这款车非常感兴趣。那么今天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呢，刚好啊，然后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道奇挑战者的驾驶体验。驾驶体验，兄弟们，什么是驾驶体验？驾驶体验呢，我们应该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整个车的驾驶操控的一个体验。第二点呢，就是整个车带给你的情绪价值体验。然后第3种呢，就是你整个车的它的内饰和外在打造给你一种环境的一种氛围体验。我们围绕这3个方向来说，驾驶体验。驾驶体验呢，它就是一台奔驰 E 啊，它这台车它就是一台奔驰 E， 但是它这个奔驰 E 级呢，有一点不同的是它的充足的动力啊。你要知道，它是一台3.6升自吸 V6 的一台引擎。一般来说呢，现在我们在路上跑的 SUV 才会配备一台3.6升的发动机，但是我们这台轿跑车呢，它给到你一个3.6 V6 自吸的一台引擎。它的动力是非常充裕的，你完全不需要涡轮增压，完全不需要机械增压。你在日常路况驾驶的过程中，你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啊，这个也不能说指哪打哪，你是基本上是加速、减速啊，它都会给你一个非常 easy 的状态，以至于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你轻轻点一点油门啊，然后无论是在100的时候，无论是在100公里的时候，还是在20公里的时候。你的信心是非常足的，就你想要超左边的车、超右边的车，完全没有问题。它给你的反馈速度，它的提速中的反应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非常灵敏。这个在路上我就表现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那种，如果你开一个迈凯伦呢，对不对？你开一个保时捷911啊、Turbo S 啊什么的，你开这种车在路上，你确实是想超谁就超谁，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有没有那个必要性，对不对？他有没有必要开这种车在这个路上去超别人的车？他给你的像911给你的这种驾驶体验，它舒适吗？它也不是非常舒适啊。然后它给你的那种战斗感也比较重。那你实际上你在咱们国内的公路上面，你能开到多快呢？你也开不了多快。你踩一脚油门的瞬间，可能3.6秒、2.8秒你就到100公里了。但是有必要吗？你到100公里以后，你还敢往上开吗？在高速上面？那咱们这话说回来，你要是在咱们普通的这个城市道路上面，它一般限速最高是60，一般都是40。这种情况下，你踩一脚油门有必要吗？你能感受到啥吗？你啥也感受不到，你只能感受到发动机那轰鸣声。喂。郭医生，你好，现在不晚吧？哪位？你好，我这边是广州银行新态度给你打电的。咱就说，它这台车给你的驾驶体验呢，它是动力非常的充沛啊，想怎么走怎么走，想怎么开怎么开。然后呢，它一个比较宽的车身，然后再加上5米的车长。它会给你一种在大船中，就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船中开车的感觉。你的驾驶体验就像开一头巨型游轮一样的，非常的舒服啊！巨型游轮，兄弟们，什么概念？巨型游轮就是4平8稳的感觉，非常舒适。关键是它这个巨型游轮呢，它配了一个非常大的美式大沙发。这美式大沙发往这一坐，更加的4平8稳。我一个1.8米的体型，80公斤啊，我坐在这个地方，整个人
就镶在这个大沙发上，我不需要，我甚至不需要这个，我甚至不需要安全带来给我固定安全，我感觉我就整个人被固定在这里，无论是怎么晃，前后左右移动都非常舒适，然后再加上它还有个腰部支撑。兄弟，我只能说就是游刃有余，游刃有余的感觉，甚至就是那种我都不屑于跟旁边的车怎么踩脚油门啊，你比我快一点，但是你想要踩油门的时候，它随时的反应都有，它可以随时带给你这种反应，这种快速的反应，而且不亚于电车的这种反应，特别是在情绪驾驶上更加不亚于电车。然后你的方向盘它是有一点点虚位，但是这个虚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没有保时捷、宝马那种的什么叫做驾驶的那种指哪打哪的精准感，但是你在日常，你只要不是去赛车，你在日常中使用完全足够的。对呀，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要求这么极致的人，我只要求它达到我的这些点就可以了。比如说舒适，一台跑车外形的一款美式肌肉车，它能给你带来游刃有余的，然后这种非常舒适的坐姿，然后感觉非常的宽敞，整个车型就像开一艘船一样的四平八稳，这种感觉，这种信心十足的感觉，你会非常舒适的。我是非常喜欢的，这就是我要的东西。关键是在于舒适。跑车一般来说跟舒适是很难去兼顾的，除非你上的那台宾利Rolls-Royce 的那些跑车车型，它才给你那种舒适的感觉。要不然你就那些车都是300-400万、500-600万、700-800万，要不然你就直接上这台道奇挑战者就够了，都没有必要上地狱猫。有钱的话是可以上地狱猫的。地狱猫虽然说它吃油，但是最新版本地狱猫它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发动机切缸本来是 V8 发动机，它给你切成6缸的或者切成4缸的，然后你就没有那么省，就没有那么耗油的情况下开也是非常舒适的。还可以切换，它有2个钥匙的嘛。那我们总结一下这台车的驾驶，咱们道奇挑战者的驾驶体验就是2个字：舒适。然后4个字：游刃有余。然后再加一个4个字：信心十足。这3点非常舒服。OK， 那我们再说一下外观和内饰带给你的这种体验。这个体验呢，就是说，当你一坐进这台车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这台车的粗犷，那种非常野的感觉。特别是我最喜欢的这种红黑内饰，就是有一种满满的这种很粗犷、很狂野的这种感觉。它所有的线条都是粗线条，没有细线条。包括它的驾驶舱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上期做的这个视频，就是它的整个的驾驶舱里面，它所有没有那种细的线条，这种轮啊、角啊、格啊没有，它都是圆润饱满的一种大弯大粗线条。就你坐过来以后，你会感觉到你坐进来就感觉很豪放的感觉，身心舒畅，往这一坐，感觉所有东西都在你的手中。完全不虚，就算这台车它拼不过电车的速度提速，但是我一样不虚，我一样很舒服。如果我跟一台保时捷911飙车，我输了，但是我一样心情很舒畅，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样，我就是很舒适，我就算跟你飙车飙输了，我也很舒适。兄弟，这种体验只有在道奇挑战者上你才会拥有，你在所有的车上你都找不到这种类型，所有的车，更不要说什么50-60万的车，然后买一台300万、600万车的回头率。就你上台车以后，旁边坐给你的最好的朋友，或者最好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可以，后面还可以再坐3个人，然后再加上这个阿尔法派，然后再把这个低音打开，低音打开，非常舒服。然后整体的这个音箱环绕效果，然后
后天窗一打开，小墨镜一戴，哎，兄弟，这个怎么说呢？然后把天窗这么一打开，是不是？哎呀，兄弟，这个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它虽然是台轿跑，但是它做的非常大气，你知道吗？所有东西都是大气，不拘小节。说是不拘小节，但是它这个小节上面所有的内饰啊都非常结实的，没有咯吱咯吱声，没有任何声音的，它就是很实实在在，你感受到很扎实的功底，用料很扎实，也很结实。你坐上来就会给你带这种非常雄壮的感觉，那种感觉你就有了。再加上你再剃个光头，是吧？那整个人就直接飞起，兄弟们。总结一下，这台车的内饰就是给你一种非常的雄壮、非常硬派的那种美式的带那种肌肉的，这个就不是肌肉了，这个就不叫肌肉，就是很硬派那种感觉。坐上来什么东西都很硬，都很硬，兄弟们，你硬气。然后第3点，我们再聊一聊它带给你的这台车带给你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呢，就是简单来说呢，你开着车，比如遇到红绿灯，你停下来，然后前面突然有个人站在店里，咔咔给你拍照。然后就是我平常到什么5星级酒店门口等个朋友什么的，我停在门口，然后保安就马上进来，兄弟，你这个车不要停在这里，你停到里面，这里很危险，我怕刮花了怎么样，给我安排酒店最旁边的门口，旁边都是 Rolls Royce 是吧？全部停在一排，我就停那一排。他不知道他那个 Rolls Royce 那个1000多万，他不知道我这个车才40-50万啊，停在那里，跟他们停了一排，也挺好玩的。然后经常找车位，他们都不让我停在那种危险车位，都会安排我停到那个最舒服的车位。就是这种感觉，兄弟们，就是这种感觉。你身边的朋友知道你开道奇挑战者，他们会我操，兄弟，就惊讶的说不出话那种感觉。因为这台车，它不是说买不起，而是说你有没有勇气买。道奇挑战者，我身边的朋友好多看了以后。可能有7、8个人看了这台车，就说一定要买这台车，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入手的。他们都非常喜欢我这台车，爱不释手，做了又做，看了又看，然后最终他们说要买，要去找车这些东西的。当然有些是因为没有遇到特别好的车况，但是最终入手的这台车的人没有。为什么呢？你买这台车啊，现在落地要50万左右，一个 Plus 版，最高 GT 是60万。你正儿八经你买这台车的话，你要放弃很多东西。你60万可以买个什么车？买个一个路虎是吧？然后买个那种 SUV， 买个宝马也可以。那你为什么要买这台车呢？那些车他们4门的可以装更多东西啊，可以更加驾驶体验也不错，是吧？然后可以胜任全地形，对吧？你这台车越不了野，对吧？然后你带个孩子呀，干嘛的？都非常方便，它可以用，感觉可以用很久。但是你有没有勇气买一台这台道奇挑战者，然后放在车，然后车上面放不了太多东西，就是放不了太多东西，它的空间就是比较小一点，但是在这种双开门车里面算是很大空间的。你要跟 SUV 相比的话，那肯定差很多。那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呢？很多人是没有的。那我为什么要买这台车呢？因为很简单 ，Life is a fucking movie， 对不对 ？Life， 生活中要有一点 passion，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你怎么看待生活的？我觉得人生如戏啊，你要是不享受好当下的话，那你真的是这辈子没什么意思。为下一代而活吗？为了你的儿子吗？对不对？你在想，你现在是为了你的孩子而活，那你的孩子最后还要为他的孩子而活，那最后活的都不是自己，那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总结一下，这台车它给到你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非常高昂的 elegant， 然后呢
舒适的，然后满满都是致敬的目光。就有时候经常我就开着半个窗抽烟，然后旁边小伙子或者外卖小哥过来，兄弟你这什么车好帅啊，太牛逼了，都给我竖大拇指。我有太多这样的素材了，我就不放了，真的没必要放。当你买到这个车以后，你们就直接体验到，要不然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凡尔赛的感觉，没必要，兄弟。我真是希望我10年前、20年前能开上这台车，那我真是全村最靓的仔。但是现在35了，我开上这台车以后，当然也非常爽，但是没有以前的那种那么激情的感觉，你知道吧？但是呢，也是值。现在有朋友想问我想让我卖这个车，想买我这台车，不卖。再说一遍，兄弟们，不用私信给我，这台车我不卖的，兄弟。兄弟，这台车你买了道奇挑战者，你拥有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每一次你在下车关车门的时候，然后你都会回头看一眼，太帅了。然后当每一次你上车的时候，坐进驾驶舱的时候，然后你会感觉太屌了。然后当你上路的时候，旁边人们都是满满的路人都满满的致意 ，elegant。Come on man， salute man， 旁边都是满满的敬意的时候，你的情绪价值直接会被拉满拉爆，兄弟。做人嘛，这样就足够了。OK， 这就是我对这台车的整个驾驶体验的整个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非常完美。每当我心情低落，或者说不开心，或者不舒服，或者有心事儿的时候，我只要上了这台道奇挑战者，我就感觉我又做回了我自己，我又做回了我自己。我瞬间就明白我要的是什么，我瞬间就明白我要干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兄弟，你知道吗？He's on the move, can't seem to shake the shade. Within his dreams, he sees the life he made.